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采薇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。我的频道主要是做一些数码和游戏方面的个人分享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频道的话呢，可以点下订阅或者关注哦。今天视频想跟大家聊一下，我已经使用了1个月的游戏机，就是 PlayStation 5，主要会从使用界面、游戏表现还有游戏手柄3个角度分享一下我的看法。关于 PS5 的购买经历还有开箱体验的分享，大家可以戳这里或者是视频下面的链接进行观看。好吧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是界面，相对于 PS4 而言 ，PS5 的界面简洁，科技感十足，图标不大，分布于上方。移动到所选图标后会放大图标，然后就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啊！移动到不同图标时，屏幕会自动显示其专有的背景，并播放专属的音乐，而且会直接显示图标相关的最新内容，比如说 PS4 的商店，以前需要你点开才能够查看里面的内容，现在只需要下拉就可以直接查看，十分方便。按下 PS 键，你可以直接观看到近期可互动的页面，下方也会显示功能菜单。这里要重点讲一下第二项啊，类似于很多页面管理器，你可以在这个选项中于最近打开的游戏间来回切换，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样退到主界面关闭打开其他游戏了。但是注意的是，这只是优化了操作流程，并不能同时开启多个游戏。双击 PS 按键可以打开派对页面，方便派对交流。这里提示一下， PS5 的手柄自带一键关麦功能，使得开关麦克风更加便捷。在主页面游戏下拉菜单中，玩家可以在活动中直接选择要进行的游戏进度或内容，直接进行所选择的内容进行游玩，无需先打开游戏后进行选择，方便了很多，尤其是对于上班族或者游戏时间不是很充裕的玩家。再来说一说游戏中的表现，首先运行速度确实有了很大的提高，不论是游戏加载的速度还是切换地图的预载速度都有了很大的提升，这得益于 PS5 的自带的 SSD 固态硬盘强大的处理功能。但这边要提醒一下玩家，如果使用外置硬盘则享受不到 PS5 的运行速度的加持，所以请将自己要玩的游戏下载至主机中游玩，以确保最佳的游戏体验。游戏画面的话，个人而言，我并没有直观的感觉到画质的提升，也可能是因为目前没有完全针对 PS5 制作的游戏的原因。但是帧数的提升是明显的，除了锁帧数的游戏只能够达到30帧，其余的游戏可时刻保持到60帧的效果，画面流畅度十分的良好顺滑。由于帧数的提升，也使得画面似乎比 PS4 更好，但也只能体现在运行的流畅度上。画面精细方面，还需要等相应的游戏放出针对 PS5 的升级补丁后才能知道。接下来说一下重中之重，就是 PS5 的手柄。PS5 的手柄呢，使用下来呢，手感是超级的棒。简单的和 PS4 手柄对比一下，可以很直观的感受把握的地方更长了一些。这一代的手柄才是真正的次时代游戏的产物。首先，自适应扳机 ，PS5 的手柄在双扳机键中加入了新的设计，跟以前其他手柄的设计单独震动不同。PS5 的手柄扳机键可以给予玩家反作用力，也就是说，在特定的游戏场景中，玩家的扳机键会产生相应的反作用力，以模拟特殊环境的操作。而且不同场景中所产生的力的大小也不同，模拟起来十分的逼真，代入感极强。我们可以结合 PS5 的自带游戏来全方位的熟悉游戏手柄。新手柄的震动不再是单一的线性震动，更类似于手机的震动，但震动的幅度的变化十分丰富，可以模拟多种场景，甚至于在不同的材质的路面上行走，所产生的震动都不同。闭上眼睛感受震动，也可以感觉到行走路面及场景的变化。还有手柄自带体感功能，使得操作更加丰富，模拟场景时更具有真实的感觉。所以现在比较可惜的是，目前还没有游戏厂商针对新手柄的功能专门开发游戏，所以说大部分现有的游戏不能够完全释放手柄的功能。关于以后的游戏是否能够契合手柄的功能，这很难讲，因为游戏要适配于各种各样的平台，只能期待一下 PS 独占的游戏了。好的，大概就是这些，欢迎留言交流。总体来说不错吧？我是采薇，下个视频见。